旅行、吃喝玩乐将会是我频道主要的内容。在旅行的时候，喜欢住当地的高级酒店，特别喜欢住套房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当地最有名的地标，客厅、房间，甚至是浴室，全部都可以看到东京铁塔。我很喜欢阅读 ，When inspired, just act immediately. Impatience with actions and patience with results， 跟房地产相关的，包括买房还有卖房，就是我之后也会卖掉自己的房子，那也会开箱自己的家。频道是不是内容很丰富啊？退休不是应该每天睡到自然醒？怎么会还想要开设 YouTube 频道呢？之前工作时常需要演讲，演讲能够分享仅限于当下听我演讲的那些人 ，YouTube 能够分享的人数远超过于此。这么多人当中，一定有人有退休的想法，但是却一直踌躇不前，不敢真的执行的。只要我的频道对你也有正面的帮助的话，拍影片最大的成就感还有动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纳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同频道名称，频道内容主要是分享40岁退休生活的频道，内容涵盖了所有我喜欢还有想要做的事，包括出国旅行、环游世界。我个人非常喜欢出国，每到不同的国家，其实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风俗民情之外，也可以借由了解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文化，然后让自己更具有世界国际观。我在旅行的时候，通常喜欢住当地的高级酒店。那之前疫情不能出国的时候，会到台湾各地的5星级饭店 staycation。我不喜欢排太紧凑的行程，顶多就是一天最多1-2个景点。有时候是完全没有排景点，只是在酒店就游泳啊，喝下午茶，然后运动。像这样真的很放松的行程，更有就是度假充电的感觉。那不知道大家在行程规划的时候，喜欢行程景点排好排满的那种，还是像我一样非常耍废的行程呢？欢迎都在下面底下留言讨论哦。那住饭店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住他们的套房，因为通常饭店会把最好的景观留给套房。那有时候是你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当地最有名的地标，譬如之前疫情的时候有去住台北 W Hotel， 当时我住了 Fantastic， 还有它的 Wall Suite。那我在不论是在客厅啊，甚至我在泡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整只的101。2023年的时候也去东京住了 Addiction Hotel， 当时是住它的 Tower Corner Suite。那它不论是在客厅、房间，甚至是浴室，全部都可以看到东京铁塔，而且是非常近距离的。然后夜景实在是超美的。你住这样的房型的情况下，其实根本就不用再花钱花时间去跟人家排队去看夜景，因为你房间的景色就已经比那边还要更漂亮。因此，旅行还有吃喝玩乐相关的影片将会是我频道主要的内容。不过其他包括，因为我很喜欢阅读，阅读可以让我一直持续思考，可以借由阅读学习各行各业不同领域顶尖人物的思维，让自己更进步。那同时间我也很喜欢去运动啊、健身啊、重训，还有跳 K-pop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就是 K-pop。别再说跳舞是年轻人专利，中年大叔也会跳 K-pop 好吗？这一类身心灵成长的影片也会常出现哦。那最后就是跟房地产相关的，因为我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房地产这个部分。虽然我的专业跟房地产一点相关都没有，不过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到处去看看新成屋啊、新建案啊，因为其实多看多比较，你就更能够了解梦想中的房子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。日后在你不论是要买房或租房，你都可以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然后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室内设计、软装设计，因为我觉得家是除了你上班工作之外最常待的地方。那如果你把你的家弄得很漂亮，很是你喜欢的样子，那其实你就会更喜欢待在家里。那回家的时候也更有真正放松的感觉。之前我的朋友他们的家需要做一些改造，所以也请我帮忙。那时候我就用一些居家设计的 App， 然后帮他们规划设计。然后之后他们看到我的图也都超级满意，就是超开心的。那我自己也觉得很漂亮。有关于房地产相关的，包括买房还有卖房，就是我之后也会卖掉自己的房子，那也会开箱自己的家，然后就是会拍一系列的影片。
然后还有居家设计，就室内设计等等，这都是我很喜欢的题材，所以也会常常出现在我频道的内容。所以这样频道是不是内容很丰富啊？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，然后我想要把它过得多彩多姿。看到这里，有朋友可能会问，退休不是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就去吃大餐，然后再回家就是耍废追剧一整天吗？怎么会还想要开设 YouTube 频道呢？首先，不论我几岁退休，65岁啊，70岁退休，理想中的退休生活绝对不是这样。对于我来讲，退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自己的时间有完全的自主权。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当你对你的时间有完全自主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，在任何的时间点。譬如我今天如果真的很累，然后起床不舒服，然后心情不好，那我就可以像刚刚所说的，我就真的在家耍废一整天不出门。那如果我今天突然想要出国，想要做什么，那我就可以去规划计划我的行程。譬如有些人想要学画画，有些人想要学钢琴、学乐器。不过，因为学这些东西其实都要花费不少的时间。那当你有工作的情况下，其实你很难能够有这么多时间去学这些东西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上班就已经都精疲力尽，然后下班就已经累得半死，回家就可能就只想要躺在沙发上，或者赶快洗澡睡觉。当我自己有完全的自主权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做很多我想要做的事，然后完成我人生的梦想和目标。其实退休的想法，我在3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只是当时还没有那么强烈。然后再加上我的工作其实可以做到很老的那种，60几岁、70岁的同业的人，几乎没有人在30、40岁这个年纪就退休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退休，就同行的人都会觉得你很奇怪。而且我的工作就是在大部分人眼中是算还蛮不错的工作，所以当时我就一直说服自己，就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要继续撑下去。然后直到最近，就是真的工作的时候，常常都会有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，就是很 routine 的工作，然后自己很像机器人一样，对于工作的热忱度啊，或者是成就感都慢慢降低，然后也觉得对于目前的这个工作领域上，似乎没有办法再有更实质的进步空间。偶然网络上就看到就老黑田连斌先生的影片。那田先生他是在他45岁的时候，从大家都很羡慕的外商公司的 CEO， 然后毅然决然的退休来过他理想的生活。他在影片中说的很多想法都和我不谋而合。大家如果对于田先生有兴趣的话，其实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他，他也有写书，所以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资讯。那我就不在这里赘述。之后又阅读到 Naval Ravikant 的书《A Guide to Wealth and Happiness》，中文翻译是快乐实现自主富有。那 Naval Ravikant 他是美国的企业家，然后也是矽谷创投公司 AngelList Co-founder。他在书中讲了很多让我受益良多的话，其中我很喜欢的几句可以跟大家分享。譬如他说：“时间用来赚钱太浪费了，应该把它用在更宝贵的事物上面。”那或者第二个就是在现今这个社会必须要善用杠杆，无论是资本杠杆，就譬如像股票啊、房地产啊，或者是新型的杠杆，譬如软体，还有就是现在最夯的自媒体，包括 YouTube 的 Podcast， 或者是你自己写书等等，需要善用这些杠杆来创造财富。第三个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做你自己这件事情更厉害。Mr. Naval 也在 Podcast 有分享他的人生的11道法则，那其中我觉得我很喜欢的第三个 ，When inspired, just act immediately。那其实他自己说的是 impatience with actions and patience with results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要很积极努力的去执行，但是要非常有耐心的去等待成果。其实 Mr. Naval 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有智慧，超级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他的书啊，或者上他的 podcast。不论是你在赚钱层面啊，或者心灵成长层面，我相信都一定可以收获良多的。上述这两位就是让我确信我现在做退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关键人物。不过当然做这个决定是在我经济有所准备的前提下所做的决定。
定。那如果大家对于我退休前后理财规划有感兴趣的朋友，就是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，那我也就会做相关的一些影片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讨论。因此也就促成了我开 YouTube 频道的契机。那因为其实我之前工作时常需要演讲，那不过演讲能够分享的对象就是仅限于当下听我演讲的那些人，那少则数十人啊，多则数百人这样。不过 YouTube 上面能够分享的人数远超过于此。那在这么多人当中，我相信一定有人跟我之前一样有退休的想法，但是却一直踌躇不前，不敢真的执行的，或者是为了早点实现这个目标、这个理想，然后现在正在十分努力的朋友们。那只要我的频道能够像老黑先生或者 Mr. Novel 影响我，对你一样也有正面的帮助的话，那就是我拍影片最大的成就感还有动力了。我也希望能够借由我的频道，然后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一起创造最棒的完美人生。以上就是我频道的大致方向，真的超级感谢你们愿意花时间看到最后。那我之后也会很努力的，尽量是1周2次到3次的更新影片。下一集将会开箱我的家。对于开箱家里的这个题材啊，或者是今天听完我的解说，对于我的频道有兴趣的朋友，都记得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